我大学同学窦骁的婚姻又上热搜了。我本来不太想聊的，毕竟是人家的私生活，又是同学啊。无意间刷到一些自媒体为了那点流量瞎传，说窦骁在算计何超莲，人家是什么上门女婿啊，贪图人家钱财啊，什么吃软饭，不懂就别瞎说。清官都难断家务事，更何况你和我。人家窦骁可是谋男郎啊，大学还没毕业，人家就拍了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一直火到今天，赶上影视行业最好的10年。人家缺钱吗？还说人家活不起了？人家拍了那么多的作品，也非常低调，也一直没有什么绯闻。我们是毕业之后4年一起合作的《海上繁花》，毕竟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一线大咖了啊。我以为他会变，但是见面在一起拍戏依然是同学之间的友谊。人家人品有什么问题？就是找了个老婆条件好一点啊，就说人家贪图别人钱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见不得别人好，是不是？我希望呢吸点嘴皮吧啊，别太过分。人家窦骁真不差那点钱。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最近啊，窦骁和何超莲的婚变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啊都在心疼窦骁，说呀他这个赘婿啊做的不值，付出那么多却什么都没得到。但大家仔细一查，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他们2023年才结的婚，到现在也就2年的时间。他们总共在一起有8年的时间，但是结婚这个2年时间其实还是特别短的。其实窦骁也没有必要那么着急要何家给什么回报哈。今天我们就从5个方面来聊一聊他们这段婚姻背后的一些故事。这个事情啊，之所以最近引起了挺多人关注的哈，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10月份的时候，向太诚然呢就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视频，就说女生啊千万不要下嫁，并且举例啊就说明一个富家女呢下嫁了一个演员，男方啊几乎花了全部的家当来置办婚礼。但是富家女这边呢，却不给任何的金钱支持，就连房子都没有买。现在啊，这个男演员连婚礼的钱都赚不回来了，2个人啊正在闹离婚。好家伙，向太这个微博一发，就有广大网友就开始对号入座了哈，就说，哎，有网友就说，这不是指何超莲和窦骁吗？好家伙，向太呢还点赞了这个网友的这条微博，一下子就让这件事情啊变得就更加有鼻子有眼了。其实回看他们婚礼上的这段视频，就何超莲还说要给窦骁生一支足球队，感谢他无限的包容自己啊。最后，就是我的老公，我要谢谢你对我无限的包容。虽然我横冲直撞，小话不经大脑，老人你生气，但你还是会无限量的包容我，为我一次又一次的擦屁股。还有我比较不担心气，跟你都处成兄弟了，一点都不温柔不浪漫，你还是能发觉到我的可爱，并接受这个超级孩子气的老婆。不得不说，你勇气可嘉。但是你知道吗？我比你想象的更爱你，更需要你。所以往后余生，我们一起努力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组成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期待我们的足球队的到来。当时对这段婚姻可以说他也是充满了期待。从那段视频里也能听出来，其实2个人的相处过程中呢，窦骁是那个包容和忍让的，何超莲呢应该是比较任性的那一位。那这和他和吴克群当年谈恋爱相处的时候可是截然相反。很显然啊，窦骁是2个人关系中弱势的一方。也许正是因为何超莲和吴克群相处的时候尝尽了单方面的这种付出的苦，所以何超莲现在她比较享受和窦骁的那种相处和被宠爱的这种感觉哈，也所以啊才有了婚礼上那番真的想要生一个足球队的那种肺腑之言。但是后来在谈到啊，在是否在准备生孩子的时候，在采访中何超莲就表示还没有考虑这个事情，态度就好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看他们已经恋爱了7、8年，结婚也已经2年了，年龄也都不小了，但孩子的事情始终没有就提上日程，这就让外界猜测不断了。关于婚礼的费用，最开始的说法其实是窦骁独自承担了2023年巴厘岛婚礼的全部费用，网传是花了5000万到8000万港元左右。但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爆料，说这个实际上婚礼是由何超莲母亲3太这个陈婉珍出资5000万港元的，窦骁其实只支付了500万的彩礼。据称啊，因为窦骁呢又不是家族的联姻对象，没有办法动用何家的信托基金，就这个基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沾不上光哈。更关键的是有一份婚前协议这个问题，网传何家要求窦骁签署一个长达28页的协议，
条款就包括窦骁放弃任何对何家资产的主张权呐，婚后收入要5/5分成啊。如果婚姻不满3年就离婚了，那男方的股权需要折价退出等等，咱也不知道这股权指的什么股权。那据说呢，窦骁就以结婚不是开公司为理由，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认为这个条款将感情过度利益化。还有爆料就说两个人虽然举办了婚礼，但是没有正式登记结婚，澳门的民事登记系统查不到这个婚姻记录。当然，两个人也可能是在大陆结的婚哈。对，而且其实窦骁和何超莲之前还挺喜欢各种秀恩爱的，我就之前刷到过他们俩一起参加综艺的这个视频，就反正在综艺里面呢，他们俩就感觉还真是挺有那种模范小情侣的感觉，尤其是窦骁能看出来，还是特别呵护何超莲的哈。对，而且何超莲对他其实也很好，并不是说是那种好像公主病就是高高在上那种，他感觉还是非常体贴窦骁的，然后就是明显比综艺里其他几对 couple 夫妻啊情侣啊，就感觉何超莲和窦骁他们感情是更好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就网友就扒出来嘛，窦骁和何超莲就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在合影，就是说或者两个人在一起合体过了。而且窦骁呢，最近把他的这个微博简介之前他是叫做何超莲老公。你看这感情得多深，让一个男演员把自己的简介是吧，叫做用女方老公来称呼，还挺自豪的哈。然后窦骁就把它改成了说青年演员窦骁，就改回来了。所以而且也删光了和何超莲的各种合照，这个就感觉就一下让大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产生了婚变啊，或者感情破裂了。而且还有很多消息就指出他们俩现在其实已经处于一个长期分居的状态了。那窦骁为什么最近疯狂接戏呢？就是说因为窦骁把钱都花光了嘛，就开始要接戏还债了，就有点像刘涛当年疯狂接戏还债的那个感觉。不过这些都是爆料哈，也没有说相关人员就是真的跳出来证实。而且这个事情因为最近引发了比较大的一个关注嘛，有很多人去问这个向太，然后向太呢最近也把这个他之前发的这个微博给删除了。没错，而且最新的消息又披露说两个人好像在备孕了所以这个真假纷纷扰扰的，对，是吧？真作假时假亦真。所以窦骁这个联姻豪门的过程中可能目前还没有完全失败，起码这个没有摆在明面上。其实大家掐指算一下，人家真正结婚才2年时间，你2年时间没有必要下什么定论，还比如说为窦骁鸣不平什么这本身不太公平等等。其实你看，就那些嫁入豪门的女性，哪个不也是被防得死死的？哪个不是要签婚前协议？比如这个豪门财产和女方没有关系，这个儿子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还有什么钱是按月给儿子当工资发的。所以你看，很多女性嫁入豪门往往也都要考验个10几年甚至更久，豪门儿媳才有一点支配财产的可能性。那怎么轮到这个豪门赘婿才结婚2年就急不可待要回报了吗？怎么就网友要为他不值为他委屈了呢？这才2年时间。你想想何超莲的母亲三太，最后一直到赌王去世的时候，他才真正分到了财产，然后可以独立支配所以三太他是特别知道这个钱财如何在豪门家庭里进行传承。那何超莲和窦骁才结婚2年，三太怎么可能把钱给小两口呢？那三太那几十年的委屈白过了。而且三太还不是只有这一个孩子呀。对，而且你看，作为赌王的身边人，三太就知道赌王是怎么发家的。赌王当年也是一个女婿所以三太他会清楚扶持女婿会有什么后果。所以假如窦骁如果真的在底下抱怨说怎么你看结婚了之后不给我太多的资源倾斜，也不给我们多给点钱呢，那三太就有可能会跟他的女儿说，你看妈说的没错吧，这2年都忍不了，那这人不行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他们现在结婚时间太短了，如果经过5、6年、7、8年甚至10几年之后，确实发现窦骁这小伙子确实不错那么值得何家在他身上投入资源，那个时候其实可能还有机会，现在着什么急呀？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考虑窦骁的他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因为他毕竟是演员嘛其实现在30多岁对于他来说正是一个男演员的黄金时期，可以从这个比方说以前的青年偶像转型为演技派演员，对吧？如果说是10年之后，那一个演员经历了一个空窗期，那这个职业生涯基本上也都废了，不说废了就是很难你说再大爆也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三太真的看好窦骁这个人，其实他是会愿意给一些资源扶持的，因为比方说像何超莲自己现在就已经开始拍电影了嘛那说明其实他们还是有这方面资源的，如果真是有意的话。那之所以没有去说给窦骁介绍一些大导或者说给他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业内的这种好的剧本或者电影的机会，我觉得可能多少还是表现出了一些问题吧。
说到这儿啊，我就后面会特意讲一下为什么三太就不太愿意在影视资源方面投入过多的金钱哈。就包括其实你刚才讲何超莲可能有一些资源，但是你可以发现何超莲的资源也没那么好啊。后面会具体讲为啥。何超莲作为赌王的千金，可以说她从小到大就在大众的审视下成长的。她众所周知的是有4段感情，最爱的肯定是吴克群，没有之一。我不是说现在哈，我是说她在整个的情感经历中最让她动心、让她付出感情最多、最让她朝思暮想的这种境地的，只有吴克群。窦骁要心碎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你看吴克群确实他非常有个人的魅力。作为一个男性，我都觉得如果把何超莲的这几位前男友还有和窦骁放在一起，吴克群肯定是最出挑的。你看，首先他在音乐上是有比较好的才华的，虽然比不上周杰伦啊，当年他号称要超过周杰伦嘛，最后证明跟周杰伦差距不小。但是你不能否认啊，他是歌手里面非常有魅力的一位。他自己能够作词作曲，为你写诗这首歌啊，我觉得就非常有代表性，就是那种又阳光又青春，有才情，有性格，有个性。我就想象一下哈，就假如我是女孩子，生活中如果出现这么一个男生，我也绝对会被他打动的。所以我对于何超莲第一次看吴克群的演唱会的时候惊为天人，非常可以理解。何超莲当年绝对是真心喜欢吴克群的，主动倒追啊，买吴克群演唱会的 VIP 门票，陪着他吃路边摊。那个时候的何超莲就收起了千金小姐的架子，完全是小女生恋爱的感觉。那你看跟窦骁哪有这种感觉是吧？那人在情感上面他有一个定律，就是如果你对另外一个人付出越多，即便你后来就激情有所消退，但是就因为你的付出，你都会对他产生非常深的这种情感依恋。沉没成本太高了。没错，这种沉没成本就导致你不自主的都会对他产生那种依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你的孩子，他就算再调皮捣蛋但如果你一手把他养大，你也会毫不计较的去为他付出。这和你亲生的当然是有一方面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你投入的太多了，你越付出越投入，你就越依赖。那在这些男友里面，何超莲毫无疑问对吴克群是投入最多、付出最多的，对窦骁付出的是相对比较少的，应该是少得多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他和吴克群相爱的那段时间，恰逢何超莲正值青春年少，那个时候感情的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绝对是30岁以后，即便你出现另外一个同样有魅力的人，你可能再也不会有那种激情和强烈的感觉，是吧？第三点，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窦骁追的何超莲，也就是说这2个人之间是窦骁付出的多的那一方。那在吴克群之后，何超莲反转了，成为一个被捧在手心里的那一位了。但她这种性格的女孩子她既然能那么去追求吴克群，很显然她可能更想要的是一种被征服感就更渴望一种像吴克群那种一下就能击中他那种男人，而不是说通过后面的这种追求等等他觉得可能也挺好，但是呢对他来说可能就没有当年那种激情了。所以你看他跟窦骁在一起的互动，就有时候你会感觉他俩好像都有点陌生感，就何超莲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烈的那种甜蜜娇羞那种依赖感，而是就像他自己说，他像个甚至有点男性化、男生化。哎呦，你这样很难自气，跟你都处成兄弟了，就提前进入了老夫老妻的感觉呗，就像左手摸右手了，没有脸红心跳了。对，就是缺少脸红心跳。就好像就到了什么年龄该办什么年龄的事儿，就该结婚了那这个人呢也不错，对我也非常好，那就结婚吧，就好像是那种感觉。所以在这段婚姻中，也许他是被追求、被推着走入的那种感觉，就没有那种对爱情的陷入感和沉溺感。当然，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即便对很多富豪来说，要找到一份能让人沦陷的感情也是非常难的。所以他这个感情也是比较正常的只不过呢是前面有一个吴克群摆在那儿，就你一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这种2段感情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就通过他们2个人之间最近的这个婚姻的风波的传闻，很多网友就发现，吴克群当年很识趣虽然何超莲那么主动，但你看当年吴克群就把恋情捂得死死的，还一口咬定自己是不婚主义者。估计他可能早早就看穿了豪门的那些规矩和心思，甚至呢可能在参加家族活动的时候也体验了那种被冷落被提防，知道这样的豪门婚姻不是那么好攀的那种感觉。其实你看吴克群的退出是有一定原因的，你看吴克群他本来到哪儿去都应该算是被众星捧月的那位，大家都围着他转是吧？但他到了何超莲的家里面的聚会 party 参加活动等等，那就作为一个小辈，
他不仅仅是一个小辈的形象，其他人可能还会用审视的目光来看他，甚至呢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对不对？那对于他在演艺圈的成就，仿佛呢也可能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你要知道，婚姻和家庭生活可是占据一个人生活重心至少50%以上嘛。那吴克群凭什么要受这个气啊？那你看刘德华就不一样，刘德华太太也是家族那边有钱有势，但作为更为重量级的天皇巨星，刘德华还是得到了足够的尊重的。而且他的太太朱丽倩也因为成为了刘德华的妻子，在家族那边呢反而也提升了地位。刘德华在太太娘家那边就没有被什么审视提防，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而对于吴克群来说，他当年可能就受了不少规矩，受不少气啊。其实最后呢，他不仅可能借不上力，反而可能会被质疑吃软饭。那如果又没有那么爱的话，那对于吴克群来说，放弃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可以说吴克群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他也许在10岁之位之后就退出了。正是因为在和吴克群的这个感情中，何超莲付出太多却没有结果，所以他在遇到窦骁之后，就会更加享受被宠爱、被包容的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何超莲在婚礼上对窦骁表达的那些感情，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找到了一位愿意包容他、宠着他的人。但感情这种事儿一旦失去了平衡，当初的蜜糖就可能变成后来的砒霜。何超莲最爱的可能还是那个曾经让他不顾一切的吴克群，而窦骁给他的更多的是一种被呵护的安全感。那这样的爱是否能够长久，还是要看时间的考验。很多人就质疑这个窦骁当年接近何超莲的动机认为他可能是想通过婚姻实现阶层的跨越，想吃软饭。但事情真是这样吗？我们来设身处地带入窦骁的角色来看这段感情。假设我是窦骁我面对何超莲，我肯定心情是挺复杂的。首先，我肯定是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没错。最近我和小汪还看了何超莲最新的一部电影叫做《多想和你再见一面》。说实话，这里面的何超莲的演技咱不能说有多好，但这个角色她首先很讨巧，而且何超莲这个外形确实在这个电影里展现出来，这个外形还是挺可爱青春靓丽，很有阿娇年轻时候那种感觉，而且呢又有一种亲切感。所以窦骁包括这个吴克群喜欢何超莲，跟他谈恋爱，绝不仅仅因为她就是一个富家千金，而的的确确她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所以他们之间有真感情，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她的赌王女儿的身份，那有这个身份的加持，让她的魅力值进一步放大。上进的窦骁愿意付出巨大的心力，然后提供一切情绪价值去追求，我觉得非常正常。大家不能说这个窦骁什么功利心太强，没必要说这种话就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如果他有机会去接近一个豪门千金，甚至有追到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千金又不是说长得又丑又老那种，反而是一个青春靓丽的，那我觉得傻子才不会去追呢，对吧？所以对，而且不要说窦骁了，就让我想到那个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的大儿子嘛，就是他也是跟一个豪门千金结婚了，然后女方家的财产呢是贝克汉姆他们家当然的很多倍了，因为是美国的一个富豪，所以他们这个大儿子跟那个豪门千金结婚了之后，就搬到美国去住了，并且还把女方的姓也加到自己的这个名字里了。你看，一般在欧美，一般都是说女方跟着男方姓嘛，但是贝克汉姆他这个大儿子就把女方的姓也加到自己的名字里，而且在身上各种纹身女方的名字什么的，然后连自己的老妈维多利亚过生日也不回英国了，反正就是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他们家的就是各种活动，基本上他们的大儿子都是缺席的，而且就是小贝还经常在网上就发布一些特别就是有点比较伤心的那种就对言论就是说想念自己的大儿子什么类似于这种的。然后他们这个儿子给女方这个情绪价值那是提供的相当的足不说豪门赘婿也差不多了，反正就是天天跟着女方厮混在一起。所以窦骁这个行为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是吧？那大部分男生都会去做。因为你看窦骁本身其实他挺有实力的，10岁移民加拿大，20岁回国考入北影，大二时候就被张艺谋选中拍《山楂树之恋》，然后立刻就走红了。短短的8年时间就冲到了演艺圈准1线稳居2线的这么一个位置当年拍《楚乔传》的时候，片酬据说高达3000万。按照这个发展势头，如果他专心搞事业，今天的成就应该远不止于此。他本身应该至少有1个亿的身家。是你想窦骁大2的时候就出演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这是多大的一个幸运我看过一个《满江红》的一个幕后的采访，就是雷佳音，他就说我进入演艺行业摸爬滚打了20年，才终于走到了我最喜欢的导演张艺谋面
并且参演了张艺谋的电影。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窦骁只要稍微努力哈，那身家1、2个亿不是问题。但是网友们，你们其实真是完全没有必要哈，就是为窦骁惋惜啊，说什么嫁入豪门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其实如果按照传闻中的他可能只付出了500万的礼金的话，这8年虽然没有得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啊，这也是一番经历啊。只不过呢，他有可能是在试过之后啊，目前为止没有把这份婚姻的利益最大化。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那你为一位曾经投入的感情去付出一下，比如8年的时间，那跟你比较心爱的人在一起生活了8年，有什么可失败或者是替人家惋惜的呢？对于何超莲一家来说，估计想得非常清楚，没别的，就是一定要守住赌王留给他们的财富。守住财富是第一位的，不能在其他高风险领域进行创业。那影视行业是风险极大的行业，一部电影可以轻轻松松让你赔个几千万，运气不好1年就能赔上几个亿啊！即便像赌王3太这样的富豪家族，他有几百个亿，那要赔个10来年也是不少的一笔钱。那像何超莲这种哈，用玩票的心态也好，或者是说他想成为明星的这种心态去从事这个行业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家不能投入太多钱和资源进去，反正现在名气也有了，那颜值也不错，就靠名气和颜值去打。钱呢，让行业里的其他公司一起来投，这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你看何超莲这个电影啊，她也没有上什么大制作，是吧？她虽然是女主角，但也都是那种什么青春片什么之类的，这个成本就比较低，所以她的资源你不能说有多好，显然他们家也没有投入太多的金钱进去。所以你看啊，赌王确实有钱啊，他孩子但是太多了，而且3太这边又不是最强势的一方，所以3太这边几百亿港元应该是有的。但是如果最后啊再分到何超莲这边，估计就几十亿。而何超莲也不是像何超琼那种是何家举足轻重的那种家族事业的继承人。那再说说这个影视娱乐圈的资源这方面，其实何家本身在这领域啊也没有太多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太多投入，就不像向华强向家。那你看看这个领域的头部玩家，比如光线传媒，那人家可是近1000亿的一个上市公司啊，然后才能搞出像哪吒这样的一个动静哈。华谊兄弟现在股价都跌到只剩60多亿了，是顶峰期的1/15。所以啊，这个行业水很深，有的时候还需要靠运气。赌王他们一家不往这上面做巨额投入是对的哈。首先他们就是要做到守住现有的已有的财富和这个领域，在他们熟悉的领域继续赚钱，而不是说贸然的就为了什么子女的一些爱好，为了扶持女婿就往这里面大把的猛撒钱。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这越有钱的人家，其实他越知道这个钱挣的不容易，他往往也是越抠的，越会精打细算的。而且这3太不知道赌王是怎么发家的吗？会不知道扶持女婿有什么可能的后果吗？那赌王的财富啊，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年竞争这个什么赌博的牌照，那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啊。那要守住这些财富，现在也是不容易。窦骁呢，我认为他就不要指望何家出钱给他搞什么影视资源了，就算有，也不会是那种特别好的资源，更不可能大投入、大制作让他去担任什么男主。人家自己的闺女都舍不得这么砸钱呢，凭什么给女婿啊？而且也没有必要，对不对？那经过这2年的磨合呢，无论是何家还是窦骁啊，或许啊，他们都已经看清楚这一点了。就何家不会投入巨资到影视资源里面给小两口捧场，他们还得靠自己。而且就根据他们以前的发展来看，他们好像没有巨星相，就通过他们这个特殊身份背景，他们这些名气以及过去的一些作品，再加上不错的颜值，还可以的演技，稳居2线问题不大。但要跻身1线的话，一是要靠命，2是要再多磨合呀，都磨练出更好的演技和真本事才行了。所以你看这个3太的算盘可以说打得很精明啊。他不是不爱女儿，而是太了解这个圈子的规则，他还要保护好他的女儿。与其把钱砸进影视这个无底洞，不如牢牢守住现有的财富。那至于窦骁，如果他真有本事，自己那也能闯出一片天；如果没本事，那砸再多的钱也是白搭。没错呀，对于男演员来说，我觉得砸钱是没有用的。女演员可能还有可能，但是男演员，你看这些有票房号召力的，不论是王宝强，还是说徐峥、沈腾、黄渤，是吧？这些人
大家一看名字就愿意心甘情愿的走进电影院掏钱买票。其实他们都是得靠自己的演技拼杀出来，而且绝大部分啊都是这种硬汉形象或者糙汉子形象，观众啊都不喜欢那种小鲜肉。但是呢，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哈，没准啊，经历过这番豪门婚姻的波折的窦骁，他在心理上、心态上会有更多的成熟，对于他的演技提升，没准啊会有大有裨益，这是别的男演员得不来的经历。可以说，窦骁和何超莲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像普通人的婚姻那么简单，埋下了一些隐患。两个人是有感情，毫无疑问，但是也许啊没有那么深。外界呢又在纷纷猜测他们这段婚姻，其实客观说给了不少的压力。窦骁又总被媒体描述成为一个想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跨越的人，何超莲在媒体眼中好像是一个想找一个人宠爱自己来抚平前任的伤痕的人。2年的时间不长不短，却足够让双方看清一些现实。也许豪门的门槛不是靠一场盛大的婚礼就能跨过的，真正的爱情也不是靠猜忌和提防就能维系的，感情的事儿啊，冷暖自知。其实窦骁和何超莲现在还有机会，他们2个人离开对方也未必都能找到更好的。那窦骁呢，就要彻底打消任何希望何家来提供资源的想法和杂念。你呀，就是娶了一个漂亮太太，然后去享受婚姻生活，你就要自始至终抱着这样的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朴素的想法，好好去过这样的婚姻生活。然后呢，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好好去拼，最后让时间来证明一切。我觉得啊，这是窦骁上娶豪门的一种无奈，但也是唯一的最好的方式。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